许家满门抄斩，我被挂在城墙上喂狗。老娘带病加班，刚还完房贷，一天都没住，就穿成了必死的卢炮灰。老天爷，你是不是玩不起？为富不仁，系统激活了，只要你完成败家任务，挥霍掉100亿两白银，或者直接被流放岭南，就能拿到10亿的巨额退休金，送回现代哦。10亿？能回家？当前主线发布，请在24小时内挥霍白银5000两，消费必须符合纨绔恶女人设，产生实际交易，且必须遭到不仅不属于道德层面的谴责哦。任务失败，可是会抹杀灵魂的捏。为了我的大平层，今天村口的狗路过我都得扇他2巴掌，拦我者死。爹，拿钱，我要5000两，快点！5000两，怪奶奶，你要买下整个县衙呀？我要拿去买全城最臭、最辣、没长毛的陈米。我要让外头那些灾民一口好饭都吃不上。我要让他们看着我浪费粮食，全城人都得戳着我的脊梁骨骂我。好一个买烂米！乖奶奶，你居然懂得用买烂米来帮爹做平烂账，洗白这笔贪污款了！这心狠手辣的格局，随我！啊，不是，老登，你脑补了些什么？赵掌柜，本小姐今天来砸钱了，把你库房里压了3年、发霉长毛、给狗都不吃的陈米烂谷子全给我搬出来，我出3倍价格，全包了。3倍全包？嘿嘿嘿，许大小姐，您花这天价买一堆烂米是？本小姐最近养了批宠物，就爱吃这发霉的味儿。城外饿殍便免，你花巨资买烂米喂宠物，朱门酒肉臭！你这心肠歹毒的毒妇，老天怎么不劈死你？丁，检测到群体强烈仇恨，判定行为极度恶劣，奖励退休金20万。20万，骂得好，快点骂！我的大别墅在向我招手了，把发霉的臭米都给我拉到城门口。本小姐今天要当众施粥，恶心死他们！花5000两买烂米羞辱灾民，这许家大小姐真是嫌自己命长，彻底疯了。疯了？不，她是在用一种常人根本看不懂的顶级谋略，救活这满城百姓。滚开！这锅粥我们哥几个包圆了。吃，本小姐给你们加点料，爱吃吃，不吃滚！拿泥巴当猪食喂我们，兄弟们，砸了他的摊子，弄死他！来啊，打我！快点激起民变！只要挨这一顿毒打，我流放岭南的机票就稳了。敢动我们的救命粮，老子弄死你们！多谢大小姐掺沙之恩，若是好粥，早被流氓抢光了。只有这掺了沙子、狗都不吃的脏粥，我们这群烂命才配喝上一口啊！活菩萨呀！多谢许小姐亡命之恩。TF 的长沙之恩，我真的只是单纯想恶心你们啊！好一招掺沙施粥，宁背万世恶名，也要用以列驱良的神策救这一城百姓。许姑娘，国士无双，请受萧某一拜。荒谬！泥沙俱下，秽物冲击，你这毒妇视百姓如猪狗，分明是践踏人伦。何出疫病，谁来担责？听见没？这才是明白人。本小姐就是喂猪喂狗的法子，这粥里全是脏东西，谁喝谁烂肠子，不想死的穷鬼，赶紧滚！迂腐！若是白花花的精米，这粥刚熬好就被恶霸抢去黑市倒卖了。
掺了沙子，妇人不屑，流氓不抢，唯有真正快饿死的人才不嫌弃。这叫以劣驱良，是乱世唯一的活人无数之法。还不够脏！老娘把喂驴的树皮全加进去，我看谁还敢说这是人吃的！我看谁还敢说我是好人！这妙，大妙！1斤米混上树皮能变5斤，原本只能救1000人，现在能救5000人！哈哈哈哈！大小姐，亲娘啊，您是大才大善人啊！那1500吨陈米，耗子看了都连夜搬家。我正愁花钱烧了，您居然全款收购，不仅帮我清了3年库存，还让我赚了3倍。以后许家的生意，我照似脑袋别在裤腰背上干。嘿嘿，乖囡儿，你这以次充好，比爹强。爹，我真没想那么多，我就是看钱不顺眼，想听个响。爹懂，朝廷拨2万两，你用5000两私房钱买空烂米做假账，百姓感恩戴德，剩下15000两公款，名正言顺成了咱们的合法收入，站着把钱吞了，高！进阶败家任务发布，30天内必须通过压榨、贪污挥霍10万两白银，完不成抹杀哦。10万两，我去哪儿抢10万两了？送礼3000两，打点考评5000两，修个破祖坟1万两，合着我们家这烈火烹油的贪官府邸，是个1万两现银都掏不出的空架子。没钱怎么败家？既然家里没钱，县衙没钱，那就只能从别人身上找。让衙卫换上杀猪匠的衣服，露胳膊肉，带上刀，去给县里所有富户送帖，告诉他们，明天午时县衙摆酒，入场费100两，少一个子儿，别想开张。小姐，这帖子送出去，名声就真烂透了。要的就是烂透，给我去刮地皮！明日午时，县衙一叙，过时不候。完了，徐家这是看没捞够，准备把我们当肥羊宰了过年啊！各位，今天这叫招财进宝局，进门的100两保护费我就笑纳了。接下来，咱们谈谈大生意。大小姐，这是小的棺材本啊，求您放条生路，这是口粮钱啊，铺子要关门了。就这点儿，打发叫花子呢？是许家发行的贵宾通关令，买了这个以后在桃源县我罩着你们，1张200两现银。200两买张废纸，大小姐，您这是要我们的命啊！不买，今天谁也别想活着踏出这扇门，拔刀！200两买这张废纸，买不买？慢着，这钱我交了。诸位以为这是勒索，愚不可不及。这根本不是一张废纸，这是买断桃源县整个市场的特许经营权。有了它，宵小不敢造次，旁人不敢伸手。这200两，买的是许家稳如泰山的铁靠山，是在给这鱼龙混杂的商制定乾坤。这1号通关令，我要了。我要2号，我出双倍，谁也别跟我抢！给我8号，钱都在这儿，快给我！快给我！不是，
我真的是在收保护费啊！你们这群大冤种到底脑补了些什么？这反派我不当了，行不行？10万两流水任务还差一大截，不行，必须光速败光。去发告示，招全城最凶、最没人性的地痞流氓，每人每月5两银子。5两？大小姐，县衙捕快才1两啊！招这帮恶霸干嘛？组建管事大队，让他们上街砸摊子收保护费，把桃源县给我搅得鸡犬不宁。嘿嘿，正好。想拿这5两银子，就得签卖身契当许家的恶犬。谁敢拿钱不办事，我让我爹诛他9族。明天一早，去街上给我挨个找麻烦，怎么放肆怎么来。大小姐，这钱我拿了。至于听不听话，那老子可就不好说了。李胜，打！许家的银子只有听话的狗才能吃，签了卖身契，许家让你们往东，你们不能往西，要钱还是要命？大小姐，只要给钱，您指哪儿我们咬哪儿。都给我听好了，穿上这身皮，去街上给我找茬，谁的摊子挡路就掀谁，往死里罚款，不用讲道理，把全城百姓给我得罪光。得令，谁敢挡大小姐的道，我们就让他没路走。完了，全完了！这哪是找茬，这阵仗简直是要把京城翻个地盘天啊！大人，您这顶乌纱帽算是被大小姐彻底做没了。高薪养兵，统一黑甲，令行禁制。许家这哪是在招流氓，这分明是在私蓄死士，意图谋反啊！快，800里加急写密折，我要让许家诛9族！这哪是地痞流氓，这分明是许家养的杀手啊！快爷饶命！小的这就滚，这就滚！快爷饶命！我滚，我马上滚！踢翻炉子，泼他豆腐脑，打他！快激起民愤啊！让我被流放吧！老子现在是拿高薪的体面人，跟你撒泼打滚，脏了我的衣服！瞎吗？东西不许过线，摆整齐！愁死老子了！你这摊子我帮你挪了。谢天大老爷帮我挪摊子，谢大老爷不杀之恩啊！暴力强拆变成了暴力整理，你家有病吧？那片烂菜叶子给我舔干净，再让老子看见灰，罚款50文。排队，谁敢歪一下腿，老子打折他！这线画的好啊，路宽了，生意多3成，这20文罚的值，以后我月月交。报告大小姐，刺头全平了，现在这条街连苍蝇飞都得排队，百姓哭着喊着要给咱们交管理费。我是花重金让你们去当黑社会，谁让你们去搞全国卫生城市创建了？这破反派我是一天也当不下去了！不行，老娘今天非得逼你们造反不可！这地皮是我许家的，想要在这儿摆摊，必须买许氏特许的木牌，1块10两现银，每个月再交1两卫生费。没牌子的，连人带摊子给我扔出城去！10两，
大小姐，这是逼他们造反呢！造反就对了，快点闹起来，把县衙砸了，我好被流放。10两买个许家罩着的正当营生，太值了！10两，我买，这牌子我买了。别抢，我先来的，这是我的棺材本，给我2块，我要给隔壁老王带1块。别急，排队，钱太多了，装不下了。你疯了吗？10两银子你1年白干了，你就这么给他了？大小姐以前天天被地痞砸场子，有了这牌子就是许家罩着的正经买卖，别说10两，15两我也买呀！大小姐，牌子卖空了，一会儿功夫收了5000两，怎么办？牌子加价。后来的15两1块，爱买不买，老娘就不信插不开你们。这就叫饥饿营销，高。朝廷给不了的安稳，许家给了。这手段虽然霸道狠辣，但这契约一立，规矩就成了。许清欢真是个懂治事的奇才，我要亲自去会会他。余额暴涨，钱太多了，给我花！去把全城的木匠都抓来，我要搞强制装修，统一招牌，统一门面，钱我出，给我把这条街往死里造！得令，取之于民，用之于民。兄弟们，跟着大小姐，我们要打造大前第1街。造孽啊！这届反派事业心太强，我真的带不动啊！都给本小姐听好了，之前的牌子只是入场券，现在咱们来按地段收钱，嫌贫爱富，天经地义。街口黄金地位划为甲区，专供大户，底价10两银子起拍，价高者得，没钱的穷鬼，统统给老娘滚去街尾吃灰！10两底价，这可是天价！快骂我万恶的资本家，快造反啊！10两，我要甲1号位，谁敢跟我抢，我咬死他！12两，这黄金铺位必须是我的！刘哥，咱俩凑1000文，把乙区拿下，一人摆半天，冲啊！你们是不是有受虐倾向啊？怎么还学会众筹送钱了？走。以恶制恶，激活资本。这哪里是败家女，这分明是拯救大钱的国士之才啊！恭喜宿主创造品牌溢价10万两，激活全线商业潜能，奖励退销金50万。神他妈品牌溢价，老娘要花钱！李胜，把这条街的青砖给我全撬了，换成苏州运来的金砖，对，就是皇宫铺地的那种。我要让乞丐要饭都得脱鞋进来。铁拳帮办事，谁敢挡道，死！许家算个什么东西？大爷饶命啊！15两银子已经全交给许家了，这可是我们一家老小的活命钱啊！在这桃源县，老子铁拳帮才是天，交了许家的钱，那是你们蠢。铁拳帮的利钱1文都不能少，不交钱，今天老子就把这条街砸平了。这可怎么办啊？敢抢我的钱，这帮商贩现在是我的私产，是我种的韭菜，这群野猪居然敢来拱我的韭菜地！反了，真他妈反了！刘二，你们都是死人吗？我
1个月花5两银子给你们穿绸缎，是让你们在这当骑墙务的吗？有人在砸我的摊子，抢我的钱。那个卖菜的是老娘私人的韭菜，除了我，天王老子来了也不能割。你个老东西，连本小姐的钱都敢抢，你是不是活腻了？敢抢大小姐的钱，兄弟们，给老子弄死这帮抢食的野狗！找死！断人财路如杀人父母，老子的5两银子高薪，老子的金饭碗！看脏我们的饭碗，弄死他们！敢砸许家的场子，这大婶还要给大小姐交下个月的管理费呢。你把她打坏了，老子的工资你发呀！看什么看？继续给老娘做生意，谁敢偷懒不赚钱，下个月涨租子。这是神仙啊！许小姐，你真乃神人也！以前黑帮地痞天天来砸店，1个月坑我们10两，现在交了许家的钱，铁拳帮都被打成狗了。这哪里是交保护费，这是找了个活菩萨供着呀！要不是许家，我今天命都没了。许小姐是大好人，是大善人啊！许小姐仁慈，许小姐威武，活菩萨呀！你们是不是有受虐倾向啊？我这是垄断，我这是压榨，我把你们当韭菜割，你们还嫌我把别的猪赶走了？这反派我不当啦！行，喜欢被剥削是吧？传令下去，下个月管理费给老娘超级加倍，榨干他们！雷霆手段，菩萨心肠，先立为再施恩。大小姐这深不可测的帝王心术，小的悟了。20万两，老娘越当恶霸赚的越多，这破钱再花不完，我什么时候才能被抄家流放回现代？必须光速败光！李胜，提10万两现银，去城西连鬼都不去的牛首山给我修路，全买没人要的烧窑灰粉和生锈铁锹去填，越烂越好。10万两扔荒山上，大小姐，那地方谁去修啊？去招城外的流民，青壮年全滚蛋！我只要快饿死的老弱病残，开1天100文的天价，顿顿为大回肉！我要用钱把他们的骨髓榨干，让他们死在拱堤上！灰粉加铁条，这修的是千年不坏的战备通道啊！只招老弱病残能掩人耳目，还能让他们死心塌地卖命。我这闺女哪里是败家？她这是在造军事堡垒，准备造反当女帝呀！大小姐，快回车里！这群恶鬼会把咱们生存石剥了的，栅栏要断了呀！滚一边去！本小姐今天就是来当恶人的。都给我闭嘴！看你们这副穷酸样，我许家是招工，不是开善堂。今天本小姐立个规矩，身强力壮的一个不要，我只要老弱病残。大小姐，您疯了！要老弱病残干嘛呀？这传出去，许家名声就彻底烂透了，那是把人命当草芥呀！对，本姑娘就是要草芥，青壮年心眼多，这种快进棺材的废人最好欺负。给2个铜板就能让他们卖命，累死了直接喂狗，我坏不坏？大小姐，
银子，哪怕当牛做马，赴汤蹈火，也由您差遣。我60了，腿脚还不利索，我最不起眼儿，快来狠狠差遣我！把买命钱给我倒出来，让他们看看什么叫资本的力量。大小姐，炸烂它啦！救命！反派怎么这么难打？反派，我不会要被杀了吧？不仅有钱，还有肉。今天的工钱提前发，吃饱了肉，拿了钱就给本小姐滚去山上搬石头。谁敢偷懒，我剥了他的皮！是真的钱，有大肥肉。大小姐不是来要命的，大小姐是来救命的活菩萨。青天大老爷！不是，你们有病吧？我是要压榨你们，我是让你们去当牲口送死，你们拜我干嘛？叮，检测到信仰级感激情绪，民心所向，万众归心。恭喜宿主大大，奖励白银50万两哟！撒花撒花！吃完了给我滚去干活，搬不动石头的，晚上全给我饿着！你家大恩大德，大小姐是活菩萨呀！大小姐，这画面太惨了，10万两银子就买这堆破烂啊！这画面太美了，我就要它烂。大小姐，您高价买的这种灰粉太难伺候了，拌水就是稀泥，丑得没眼看啊！丑就对了，越烂越好。本小姐花这冤枉钱干什么？大小姐恕罪，小老儿这就把它砸碎重办。哎呦，我的亲娘娘啊！这手感，这特么不是害我背了30年房贷的钢筋混凝土吗？我居然在古代手搓出了水泥！大小姐，这东西虽然丑，但它能防盗啊！这灰浆子一旦干了，就把贵重铁条死死咬住了，拿铁锤砸都抠不出来。你看，神迹啊！大小姐，这等于是把钱牢牢焊在地上，谁也偷不走啊！100两，买断费。从今天起，这种把灰变成石头的垃圾法子是我许家的独门秘方，谁敢泄露半个字，本小姐就把他活埋进这路里，当柱子。是，小老儿就算烂在肚子里，也绝不说出去。赵四，传令下去，以后的路全用这玩意儿给我浇，铁条给我往死里加，桥墩子给我弄粗点，难看点。我要让全天下都知道，这是我这个败家女修出来的怪物。得令！工钱520两，肉食230两，灰粉铁条8400两，总计9300两。一天就一天，我花光了桃源县半年的赋税，太爽了！这么糟蹋精铁等战略物资，朝廷要是知道了，肯定得判我个私藏精铁、毁坏国雕的死罪，到时候直接抄家流放，我马上就能带着10个亿回现代了。败家的一天真是充实啊！睡觉，明天接着花。哎呦喂，财神爷，10个肉包热腾腾的给您包好嘞！猪不养肥了，怎么杀着过年？李胜，看见下面那帮奸商没？
用本小姐发的钱赚得盆满钵满，当我是活菩萨，免费发钱呢？这世上哪有这么便宜的事儿？大小姐的意思是，那是我的钱，借鸡生蛋，现在蛋生出来了，我不连本带利抢回来，难道留着给他们过年？传令下去，加税，就叫市场繁荣费。凡是今天开了张的，统统给本小姐上交2成流水。听清楚了，是流水，不是利润。2成流水，大小姐，朝廷商税才30税一，您这是明抢啊！这帮商贩非得拿刀造反不可呀！造反？本小姐巴不得他们造反，不反我还不烧呢！带上刘二麻子去烧，日落之前谁敢包半个不字，给我把他的铺子砸个稀巴烂，闹得越大越好！快去！徐家令，今天生意红火，全靠大小姐赏饭。现在收繁荣费2成流水，少1个子儿，今天就砸店。各位爷，这是2成流水，外加2钱辛苦费，请笑纳，替我给大小姐磕头啊！你不骂街，这是割你的肉啊！割什么肉？以前这条街全是穷鬼，一天赚不到10文钱。今天大小姐一发钱，我半天卖了5两银子，交2成算个屁！这是投名状。交了这钱，以后就是许家罩着的人了，跟着大小姐有肉吃啊！大小姐千秋万载。大小姐，收齐了，都没闹事儿，大家交的心甘情愿，还谢您赏饭吃。恭喜宿主大大，投资回报率拉满，商业奇才名声远扬啦！这大智若愚，大奸四忠，他把死钱变成了活钱，盘活了整个县城的命脉。这等不世出的理财鬼才，若是能弄到京城入主户部，我大钱国库有救了。此女足以拜相。警告！贪污公款任务限时1个月，目标50万两。50万两，账房比我脸还干净，上哪儿变50万？抢银行都不够啊！逼良为娼。大小姐，摘星楼停工了，地基挖到了硬茬子，流民说挖到了山神谷，要遭天谴啊！山神谷，好啊，工程停了，钱还能继续花。备车，去会会这山神。大小姐，下面全是黑石头，水火不侵，再挖要遭天谴啊！什么山神谷？本小姐就来扫除封建迷信的。是铁矿，大前明令禁止私采的战略物资，这就是官矿，只要偷偷挖出来卖掉，这就是贪污公款啊！私采铁矿是死罪，我马上就能被抄家砍头回现代了，完美！都站起来，这不是山神谷，是钱，给我挖！谁敢偷懒，填坑里，举报者赏银100两！给大小姐挖钱！铁矿，满门抄斩的铁矿！难怪他非要买灰粉和铁条的修路，普通土路根本承受不住几万斤铁矿车的重量，只有这条神路才能运送黑金。难怪他要招几千个没有背景的流民，原来是为了掩人耳目当私军。难怪要修什么摘星楼，根本是为了把孔圈起来。这哪里是17岁的少女，这是走一步看10步，要拥兵自重，称霸一方的妖孽呀！我许家要出笼了呀！爹，你咋来了？这就是点黑色的破石头，我看着挺好看的，打算挖点回去雷甲山。对，雷甲山。好看，确实好看。这石头黑得发亮，是能保命、能打天下的好东西呀！闺女，多挖点儿，这东西只能咱家自己赏玩。啊，这老头老糊涂了，几万吨铁矿石雷甲山他都信。对，咱家自己玩，我让李胜趁夜里运，绝不走漏风声。李胜，立刻调县衙所有衙役过来，
把牛首山给我死死围住，一只苍蝇也不许放进来。就说大小姐在这儿修楼，不喜欢被打扰。谁敢靠近，格杀勿论。得令，关门发大财喽！死罪，贪污50万两，10个亿的退休金我来了！黑金思君，拥兵自重，我许家权倾朝野的日子指日可待。宿主大大，私采铁矿是死罪哦，直接卖会被满门抄斩，没法完成贪污任务呢。李胜，滚进来！去，给我把方圆100里只要是会喘气的铁匠，连带学徒全给我绑，不对，全给我请来。许家招工，工钱开外面的5倍，手艺好的给10倍。大小姐，全县上百号铁匠啊，您开10倍工钱，咱们这是要开兵器造反吗？这要是让朝廷知道了，闭上你的乌鸦嘴！谁家造反打锄头？我要造农具，锄头、镰刀，除了这些，谁敢给我打出一把菜刀？我明天就把它吊在城门楼子上弹小鸡筋。花10倍的钱请大师傅，就为了打锄头？对，还要买炭，别给我买那种烟熏火燎的破木炭，跌份儿，去买无烟煤。乖男儿，你这招寓兵于农，究竟是从哪本绝世兵书上看来的？别跟爹装了，锄头厚重加上长柄，那就是重步兵的破甲锥；镰刀开刃就是钩离枪，犁放容了，立马能铸成重盾。你这哪里是在打铁，你这是在屯田练兵啊！爹，你听我解释。无需多言，爹全明白了。平时让流民拿着种地，一旦起事，这就是神兵。爹这就去把通判的眼药上足了，谁敢查城西，爹挖了他的祖坟！这破棚子风一吹就透，把我的铁匠冻坏了，谁帮我亏钱？换，全给我换成加厚油摊顶。还有食堂，谁再敢熬白菜汤，我开除谁！顿顿都要有大肥肉，我要他们吃的比地主老财还要好。大小姐，这都要入夏了，换什么油渣呀？顿顿吃肉，这哪是招工，这是招祖宗啊！菩萨，这是活菩萨下凡啊！好铁呀！大小姐，这纯度，这是削铁如泥的金刚啊！这要是打成宝刀，闭嘴！这么硬，用3辈子都坏不了，我还怎么卖第2把？下回给我多掺点沙子，往烂了打。大小姐的境界，小人不懂。别废话，这破玩意儿成本多少？算上人工吃肉和精煤，一把锄头成本1两3000银子。好，给我标价200文。多少？200文。咱们卖一把亏1两银子啊！对，我就是要让周围所有的铁铺都给我关门大吉，这叫倾销，给我狠狠的亏！大小姐宁可倾家荡产，也要用神兵利器造福天下农户。您的大恩大德，小的万死不辞啊！藏锋于盾，这分明就是斩马刀的胚子。我女儿已经在为这天下大乱做准备了。再给我加10个炉子，这钱花的太慢了！去，哪儿来的臭叫花子，把我们家这黑漆金丝木的柜台都弄脏了，滚一边要饭去！去抓药100文，不要甘草凑数，老子要最正宗的当归。哎呦喂，小爷您早说呀，这就给您称。包您药到病除。从今天起，老子这条命不姓狗，我要跟大小姐姓许。慢，太慢了！那帮流民打了鸡血吗？快
库房里的锄头镰刀堆得像山一样，怎么卖不出去？大小姐，咱县的铺子都塞爆了。王记铁棒昨儿来退货，哭着说咱家锄头太硬了，用不坏，根本没人买新的呀。桃源县不买，就给我拉到清河县、长方县去，统统低价大甩卖，比市价低3成。降3成？大小姐，咱们本来就是亏本做慈善，再降运费都赔进去了，地库都要亏没了呀！姑奶奶就是要赔钱。堆在库房那是废铁，换成现银才是真金白银。听着，账本给我做2套，给官府的那套就写咱们炼铁全费，要每个月亏空1万两；另一套真账卖的钱全换成现银，偷偷送到我房里，明白吗？天哪！大小姐这是宁可背上做假账杀头的罪名，也要亏本惠及邻县百姓，藏富于民，这是何等的大义，何等的菩萨心肠啊！大小姐，您再下一盘大棋呀，小的万死不辞。你哭什么丧？赶紧去办！哪儿来的野狗敢来清河县抢食？200文一把锄头，你这破铜烂铁也配卖钱？今天老子就砸了你的摊子！嫌烂！赵老板，用你家最贵的货来碰碰，不自量力！老子今天就让你知道什么叫清河县的规矩！给我碎！我操，神兵利器啊！给我来2把，别抢，我出双倍！赵掌柜卖的果然是垃圾。大小姐真是神机妙算，降维打击。滴滴警告，当前员工幸福感爆棚，宿主恶人值毫无增长哦！都给我停下！吃的挺香啊，知道这肉谁给的吗？我告诉你们，我不是心善，我是在买你们的命。拿了许家的钱，你们就是我脚底下的泥。我让你们去填坑，你们就得填，就算前面是刀山火海，你们也得给我跳。都听懂了吗？谁敢违抗？大小姐，俺们这条贱命就是您给的，您让俺们死，俺们连眉头都不皱一下。愿为大小姐笑死！愿为大小姐笑死！愿为大小姐笑死！大小姐神！刚才清河县传来捷报，咱们的货被抢疯了，本金翻倍，咱们现在有40万两现银了。您彻底收服了这帮死士的军心呐！40万两，怎么越败家钱越多啊？招人，给我继续招人，几千人花不完，我就招几万人，我就不信我败不光这些钱。恭喜宿主，牛首山的流民在给您立长生牌位啦！大家夸您是大善人呐，流放进度条倒退1大截哦，爱你哦！我发肉，我倒贴钱，我费尽心机当个贪官败家子儿，结果名垂青史了。再这么下去，我回现代的退休金连个铜板都剩不下。大小姐，这稀释的味儿比茅坑炸了还冲。呀，到稀释了。哎呦呦，大小姐，使不得啊，长针眼啊！脏，你懂个屁！这满地流淌的全是我遗臭万年的通天大道，走回府搞事情。李胜，咱县城里公用的茅房有多少间？100来间吧，糟蹋的不成样子了，狗都不去。立马派人把全城所有的茅房，不管是好的坏的，有顶的没顶的，全给我贴上封条。封茅房，大小姐，人有3急，这可是要憋出人命的。急就掏钱，1文钱拉1次，包月20文。这没钱？没钱？没钱就给我把皮丫娃缝上憋着。这要是有人憋不住当街拉呢？抓到罚10文，交不起罚款的，通通给我绑去牛首山挖矿抵债。完了，许家的祖祖坟都要被百姓骂冒烟了。
可是大小姐让府里的家丁护工去守茅厕收钱，他们宁可抹脖子也不干呀！谁说我要用府里人了？去刘军营，我要废人。许家招工了啊！大小姐发话了，只要是活气儿的，不管你是瞎了、瘸了，还是半身不遂，只要拿得动大粪勺，统统都要。短饭1天2顿干的，发新衣服，1个月还发300文工钱。青天大老爷，俺没腿，但俺胳膊粗，俺能把全城的屎都包圆了。谁敢抢俺的勺子，俺咬死他！大小姐，太可怕了！那500个废人换上皇帝黑圈的号服，背上写着“夜香”俩字儿，已经杀向全城茅房了。战况如何？有个断臂的大爷，为了抢占闹市区的茅房位子，差点跟人打起来。那大爷说了，这可是大小姐给的铁饭碗，谁敢逃票，他就把粪勺呼谁脸上。好，干得漂亮！这叫夜相思，我就是这夜相思的头。从今天起，别管他是满腹经纶的穷酸秀才，还是腰缠万贯的豪门富商，只要他人在桃源县，只要他吃喝拉撒，他就是憋碎了膀胱，也得乖乖向我这群又脏又臭的残废手下低头掏钱。我倒要看看这次全城暴动，我还怎么名垂青史。骂得好，骂得妙，骂得我心里呱呱叫。闺女啊，别磕了，地下街坊要把咱家祖宗18代都翻出来骂了，大门都要被挤爆了。干嘛？老子撒尿也犯王法？拉，大小姐说了，拉完自己用手捧着去城外埋了，就不收你钱。我给钱，我买你们家茅房 VIP 还不行吗？一群变态！许小姐大义呀，老朽活了40年，第一次走在街上不用练轻功躲地雷，这锦旗您必须收下，这是我们凑的保护费啊，不，茶水钱。建议员，拿走！谁要听你们拍马屁？我是来受刮民脂民膏的。大小姐就是嘴硬，多谢各位老板打赏，兄弟们下个月有新衣服穿了。城里这帮有钱人脑子进水了，城外的穷光蛋子总该恨我了吧？走，去城外，我就不信没人造反。打起来了，终于打起来了，给我往死里打，把事情闹大。活菩萨，卖给俺吧！俺家地里的庄稼就等着您这一口极品纯正金枝救命啊！啊，买夜香？俺出3文钱一桶，谁敢跟俺抢，休怪俺手里的长柄勺不长眼。4文，我出4文。都别抢，排队拿号。大小姐发话了，取之于民，用之于民，一律2文钱一桶。谢绝黄牛抬价。许小姐仁义啊，连庄稼吃啥都替俺们想到了，大善人啊！我搞垄断是为了制造暴政，怎么变成大型有机肥蛔虫批发大市场了？检测到百姓疯感，退休金追加80万，宿主暴富啦！80万，老子要的是任务失败被抄家，这破进度条卡死不动，我要这满地金光有什么用？造孽啊！当个纯正的坏人怎么就这么难？
过，别说，这屎尿钱赚的还真是暴利。吴老头，给我睁大你的狗眼看清楚，这黄色的毒物，这腐尸一样的幼臭，是不是瘟疫的前兆？是不是瘴气？大人，这味儿太冲了。古书说，能瘴是聚着不散，真得全城死绝啊！哎呦啊！好一个全城死绝！许清欢，你死定了！垄断茅房最多罚款，但制造瘟疫那是诛九族的大罪。许家在城外用死人肉炼毒，那些肥料种出来的粮食，吃一口全家暴毙，七窍流血啊！我说我家的狗路过怎么翻白眼了？许家这是要拿咱们县10万人祭天啊！宿主棒棒哒！满城百姓对您的恨意值突破天际了，涉嫌谋逆大罪，满门抄斩套餐已发货，10亿退休金马上到账哟！满门抄斩。终于把自己作进去了！系统，赶紧给我订一副最贵的纯木质华盖棺材，本小姐要风风光光的死！800里加急送往京城，明日午时，我要亲眼看着许家妇女在这桃源县菜市口人头落地。这许清欢到底在搞什么鬼？若真是炼制毒瘴，这10万百姓的命，岂容他儿戏？乡亲们呐，许家妇女丧尽天良，拿这些可怜的残废当试毒的药渣啊！你们看那边的草都死绝了，若不填平这毒坑，把许家满门下狱，大家连明天的太阳都见不到啊！杀妖女，填毒坑，把许家抓起来点天的！闪开！都给我把路让开！闭上眼睛吧！哟，李大人挺有情调啊！大热天的，带这么多人堵在我家金库门口煮醋，怎么着？你是嫌我这坑里的宝贝不够入味儿，想亲自动手给他们腌入味儿吗？死到临头还敢嚣张！许清欢，你炼毒谋反，罪证确凿，大罗神仙也救不了你！来人，给我把这妖女拿下！拿下！他炼制毒气，谋害百姓，死到临头还敢猖狂！李大人，饭可以乱吃，话可不能乱说。不过，你说我这是毒，行啊。你这妖女要干什么？既然你这么懂行，那本小姐今天就当着大伙的面，把这毒给炼到底。大小姐，小的在。去，带人去把周围的枯草落叶全给我收过来，再派人去牛少山拉几十车燃尽的木灰。记住了，要刚出炉还冒着火星子的那种。大小姐使不得呀！那草木灰碱性大，倒进这金枝堆里，那是会起。让你去就去，哪儿那么多废话？本小姐今天就是要把它彻底搅和黄了，哪怕是1两银子，我也要让它烂在这泥地里。哼！给我抢！狠狠的抢！别哎呦，我的亲娘嘞！辣，好辣！
我的眼睛瞎了！毒气，真的是毒气！妖术，它在加速毒气扩散！跑啊！毒气进城了！殿下，咱们撤吧，这味儿太上头了，马都要吐了。跑什么？都别跑啊！这可是本小姐花了大价钱给你们调制的顶级好货，谁要是敢跑，我就让人把这东西一勺一勺挑到你们家门口去！李胜，去城里把所有游艺部全给我买下来，就算拆了别人家的房顶，也要把这几座山给我捂严实了，连个屁都不许露出来！大小姐，这都炸了，还捂它干啥呀？我要让这毒气在里面发酵、长毛、烂透，我要把它憋成生化武器，到时候白送都没人要。疯妇，你这是要练蛊吗？来人，把这毒妇给我拿下！草，1个月几十文钱，让你们装聋作哑是吧？一群吃干饭的！我要亲自上手。三皇子有令，莫要打草惊蛇。好，你有种你就放，本官这就调人把这方圆5里死死围住。等过几日这毒气炸了营，就是你许家满门抄斩的时候。蠢货，等过几天烂成一锅毒粥，我就全倒进护林河，看这恶名能不能把进度条给我拉满！警告警告，倒计时3天，宿主即将面临满门抄斩危机哦！来吧，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！学政大人，您看，这油毡布都快被毒气顶破了，这许家简直丧心病狂，天理难容。哟，李大人带这么多人来给我这几座烂泥山送行啊！死到临头还嘴硬，给我掀开，让大伙看看里面的绝世毒奥！咦，这味道醇厚芬芳，好上头的泥土清香啊！烫！这到底是什么鬼东西？晦丝化泥，色如墨，热如火，这是神技呀！这不仅杀狼了虫卵，还聚齐了地里精华，这分明是古籍里记载的收肥呀！1把顶10把生分的，超级大补丸呐！徐小姐，俺出5文钱一筐，卖给俺，求求你了！我出8文，谁也别抢，我全包了！恭喜宿主入账100万两，首付指日可待呀！这也太夸张了吧！大小姐，发了，咱们又发了，这满城的屎尿屁比金子还值钱啊！闭嘴！老天爷啊！我就想当个祸害，怎么就这么难呢？完了，这帮泥腿子眼睛都冒绿光了，赶紧回衙门关大门，惹不起我还躲不起吗？李文成，你想往哪儿爬？下官回衙门取点风挑。风挑？你要封什么？封这天降的祥瑞，还是断了这万民的活路？你奏折上写的寸草不生啊！睁开你的狗眼看看，这是活人无数的宝贝。大人，那是妖术啊！刚才那白烟辣眼睛，您没看见吗？这图肯定有毒，说不定下个月就发作了。不学无术就别出来丢人现眼。那白烟是火炼之气，许小姐用草木灰逼出秽物里的阴毒，这叫丹道入脓，懂不懂科学发酵啊，土包子？哼！李大人，你是见不得我们老百姓活命啊！许小姐给咱们弄的救命粮，你非说是毒药，对你心肠黑透了，心肠黑透了！哎呦，让让，刚买的热乎肥。撒了可赔不起啊！妈呀！别过来，我是朝廷命官。大人小心呐，这宝贝金贵的很。见您这一身官服上，洗800遍都洗不掉那味儿。滚开！都给我滚开！救命啊！
娘啊，我想回京城。李大人，鞋不要了，留着给许小姐当肥料吧。殿下，这许家大小姐运气也太逆天了吧！瞎猫碰上死耗子，搞恶作剧居然弄出了神物，真是傻人有傻福。傻福？若许，你跟了我这么多年，怎么连个女人的局都看不破？这天底下哪来这么巧的傻福？他这是在下好大的一盘棋。你仔细看，他强制收费封锁茅房，是为了逼百姓集中会务，完成集缘。他盖油抹布，是为了在盛夏高温下温养发酵。啊，这居然全在他的算计之中。最绝的是那把草木灰，借着毒气的谣言，逼着李文成带兵封锁现场，白嫖了官府当免费保安，不花国富1分钱，就把大前100年的农桑难题解了。此女心胸之广，手段之辣，堪称国士。恭喜宿主败家失败，靠卖化肥暴赚5000两白银，宿主真棒，么么哒！抱你个大头鬼啊！我想回家吹空调，我不想当大钱首富啊！大小姐，您太神了！吴大夫说了，这才是第1批，只要咱们接着5大份，整个桃源县就是咱家的聚宝盆，以后咱家就是大钱第1肥商。李胜，卖了多少钱？粗算5000两。好，既然有了钱，就绝不能让他在手里下宰。你去给我打听，这附近哪里的生意最烂，哪里的坑最深，哪里绝对赚不到1分钱。啊！大小姐，您要干嘛？我要把这5000两连带家底全部砸进去，我就不信这个世界上没有能让我破产的项目。小的悟了，大小姐，您这是又要布个惊天大局啊！小的这就去给您找。你悟什么了？你悟，你给我回来！我有种很不祥的预感。这什么破路，连点石灰都不撒！这要是让许小姐看见，能把这县令的腿打折。老刘，这就受不了了！这是清河县，谁有闲钱管咱们泥腿子？刘老汉，你这是在桃源县发了财，嫌弃自家亲戚穷了是吧？一来就摆这副臭架子给谁看？就是庄户人家哪来那么多讲究？你当你是城里的老爷啊？煮了，多放盐，别抠搜的。妹夫，你这光景还能吃上这种肉？发什么财？我这是去受大罪了。有肉吃还叫受罪？徐家那丫头太狠了，逼着我们必须穿新棉布工装，还逼着我们天天洗澡，不洗干净就扣钱，非让我用那个什么肥皂，把我一层老皮都快搓没了。天天守个茅房，还得逼我背什么卫生条令，干这破活1个月硬塞给我300文。还非得管2顿饭，顿顿是大肥肉，说是怕把我熏坏了给的工伤补贴，你说这日子还怎么过？300文！妹夫，你这哪是去受罪，你这是去当活祖宗了呀！这罪能不能让我去替你受啊？用你那破玩意儿干啥？试试我这个。我的个乖乖！我祖爷爷传下来的宝刀都没这玩意儿锋利，这是什么神仙铁打的？瞎激动什么？许家铁铺200文打的残次品，正品咱们买不起，这就是买来给小孩挖泥巴玩的。残次品？这玩意儿要是拿来开荒，我一天能翻10亩地。浇水。
神药，这土是观音菩萨显灵了呀！省着点儿，这东西在桃源县得排队抢，我是优秀员工家属才分了这一罐。行了，我得回去了，桃源县没我不行。完了，桃源县连个掏大粪的都过得比县老爷滋润，这帮泥腿子的魂儿全被勾走了。这破地不要了，地里根本刨不出石来。走，去桃源县掏大粪，也比在这当饿死鬼强。去桃源县掏大粪！县太爷，祸事了！桃源县这不是来走亲戚，他们是来断咱们清河县的根啊！全村人都要跑光了。1五1十，2五1十，1十1十，2五1十。宿主大大，救命呀！因为上一波万民跪谢，咱们好不容易攒的败家进度条，唰的一下倒退了10万8千里啦！再这么搞，你要在这当一辈子大前朝化肥厂厂长了！都给我停下，别算了！大小姐，5000两，整整5000两现银呐！临县的订单都排到明年开春了，咱们许家要发大财了！哎呦，发个屁的财！这钱放着就是祸害，它长毛，它发霉，它阻碍我回乡养老。哎呦，我的姑奶奶，这可是活生生的银子啊！传我的死命令，从今天起，许家实行2不留：库房不留现银，账面不留余粮。只要进账，当晚必须给我挥霍个精光。买地囤粮，这5000两怎么可能一晚上造完啊？李胜，你看这天黑得跟锅底一样。玉石了，天当然是黑的。太黑了，本小姐看着心烦。我要点灯。我要让这条街亮得连耗子过街我都得看清楚他身上长了几根毛。拿钱，跟我上街。今晚我要烧出一个不夜城。听好，每隔10步给我立一根柱子，木头的太便宜，去买汉白玉的。灯罩全给我换成5彩琉璃，要那种风一吹就碎，碎了听个响都听不真切的顶级脆货。大小姐，琉璃那是贡品啊，放在街上让野孩子砸着玩吗？不能拆呀，那是王二麻子的摊位，咱们每个月能收几百文租金呢。我差他那3瓜2枣吗？地全腾出来，给我种最娇气、最难伺候，天天得雇10个人浇水遮阴的极品牡丹，再去苏州运一堆毫无卵用的菜湖石摆在路边。最后打几10排纯木长椅，让要饭的乞丐免费躺着睡觉。大小姐，小人误了，咱们许家现在名声太盛，您这是故意把聚宝盆砸了当尿壶，让朝廷示弱呀！用这种毫无用处的花销来自污，高，实在是高啊！你脑补的开心就好。3天，5000两花不完，我就把你塞进猪粪坑里沤肥。大小姐，真点啊！这可是5两银子一滴的东海郊游啊！这一晚上的油钱够全县吃半年肉了。废什么话！不烧钱我怎么会去吹空调？王员外，你评评理，这许大小姐是不是脑子里进了开水？我那一排收杂的棚子全给我扒了，种牡丹、摆破石头，那玩意儿能当饭吃？你懂个屁！现在那街面修得跟皇宫御花园似的，再想去摆摊儿，门儿都没有。我可不去当那冤大头。2位掌柜，你们瞎了吗？那特么是汉白玉啊，整块汉白玉雕的柱子，10步一根，这是拿金砖往烂泥地里铺啊！大小姐，这柱子绝了！刚才一辆拉货的推车咣当撞上去，车轱辘都干飞了，这柱子连个白印都没留，太结实了。
那个翠，昨天工匠安装时打了个喷嚏，震裂了一条缝，小的直接让人砸了换新的。干得漂亮！给我记住了，这玩意儿就是咱们的消耗品。风刮了，鸟拉屎了，谁手贱摸了，千万别心疼，立马砸了换新的。咱们许家别的没有，就是琉璃多，主打一个高昂的维护成本，懂？作死啊，小兔崽子！那是镇风水的神物，摸掉一层灰，把你卖窑子里都赔不起。封建迷信害死人啊！这都没人敢碰，修费怎么报销？这不变成死板的不动产了吗？我的个亲娘嘞！这咸菜缸怎么变得眉清目秀的？天亮了，这是龙王爷下凡显灵了吗？不夜城，这是硬生生把天上的银河给拽下来了。这燃的哪是油，这烧的是大前朝的国库啊！李胜，拿账本来。恭喜宿主，5000两意外之财已成功清零，败家进度喜提里程碑，宿主棒棒哒！爽，这才是持续性亏损项目的终极奥义。大小姐呀，这东海郊游1两就要5两银子，这灯真要点一宿吗？后半夜街上连条狗都没有，这不是白烧吗？没人怎么了？就算街上一个人都没有，本小姐今天给鬼照路，我也乐意。只要天不亮，这灯就不许灭。我要让这桃源县从此再无黑夜。哎呦喂，这椅子绝了，比我家那破板床舒坦10000倍，还得免费照明亮堂。你看那红花，红的跟翠红瞅小翠的嘴唇似的，真带劲儿。老婆子，死起来，别睡了，把白天没卖完的瓜子花生全给我端出来，那坛子酸梅汤给我死命加冰。炊饼，刚出炉的炊饼，新鲜的水果，刚摘的水果。给我加2个蛋，酸梅汤要冰镇的。大小姐，这帮人不睡觉的吗？大半夜跑出来买煎饼果子。报大小姐，通判大人让我来报喜，就刚才那一顿饭的功夫，收上来的商税比白天一整天都多10倍。大人直呼您点亮这灯，简直是神操作啊！发了，大小姐！咱们这次彻底赚翻了，光是这税银就能堆成山了。检测到宿主不仅剥削白天，连黑夜都不放过，强行拉长百姓劳动与消费时间。万恶的资本家嘴脸已经初步显露啦，恶名值正在疯狂变动预警哦！救命！李胜，小的在。既然他们这么喜欢蹭我花钱点亮的灯，那就别怪我心狠手辣了。传我的话，从明天起，这条街的摊位费给我原地翻3倍，想蹭光按时肯收费，不仅要收税，交光照费、板凳磨损费，甚至连看一眼路边的花都得交花草观赏费。大小姐，高，您实在是太高了，您这是要把他们骨髓都吸干呐！羊毛出在羊身上，被您玩明白了。有了这笔源源不断的钱，明天我要玩一票大到能把天捅破的。说话呀！平时一个个为了个平仄能吵的先房顶，今天全哑巴了。第10届诗词大会马上就办，宋公子马上就到，咱们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，脸呢？院长，那可是户部侍郎的亲侄子，活生生的登天梯呀！老朽我连见面的18种华贵姿势都练好了，结果您告诉我，咱们清河县连块体面的地板都找不出来，
要不咱们去升平楼？升平楼？那柱子烂的像我家隔壁王寡妇的烂牙，楼梯踩上去嘎吱叫，那是去作诗吗？那是去玩命！院长，城西李员外家有假山流水，大花园，气派。俗，太俗！你个卖盐的土财主，连石狮子都镶着金大牙，满院子铜臭味儿！你想让宋公子一进门就被熏吐吗？那云隐寺深山古刹，逼格拉满。放屁！在半山腰，马车上不去，宋公子那娇贵身子能爬山，万一踩到狗屎崴了脚，咱们9族都不够砍的。老天爷呀！难道我们这群满腹经纶的天才，就要因为没有一个好场子，一辈子在这破县城里吃土吗？推迟，推迟就是找死啊！院长，学生知道一个地方可以办诗会。林生，你这脑袋终于开窍了，快说哪里的场子？只要不在咱们这破县城，哪里都行。是隔壁桃源县。桃源县，林生，你脑子里进的是黄河水吗？那是个什么破地方？满大街要饭的叫花子，穷的连狗都在街上叹气。就是那县令许攸德是个只认钱的贪官，他那个闺女许清欢更是个活阎王。你个蠢货！你是想让宋公子去桃源县看什么？看灾民抢发霉的窝头，还是看那个许家恶女当街表演徒手拆人骨头？你想死别拉着我们垫背！不是的，你们根本都不知道现在的桃源县是什么样。哦，难道那里还能长出仙宫来不成？你们自己看，这等绝世奇珠，你从哪儿偷来的？桃源县。去桃源县，林兄，你是想让京城来的宋公子去泥地里打滚，还是去闻那许家疯婆子弄出来的原生态大粪味儿？书呆子就是书呆子，脑干缺失了吧？桃源县穷山恶水，那个许清欢更是个掉钱眼里的绝望为盲，让宋公子去那儿，那叫发配边疆。不是的，我表哥昨天刚回来，他说桃源现在老热闹了，几千个流民聚在牛首山修路，漫山遍野全都是人。几千流民，那叫热闹，那叫随时暴走的丧尸围城。你是想让宋公子去难民营里看野外求生吗？好，这地方选的简直太好了。您认真的去那个满地大粪的桃源县？肤浅，幼稚。宋公子可是京城来的大人物，带他去吃喝玩乐，那是土鳖暴发户的做派。传回京城，人家只会骂他是个不学无术的死纨绔。但如果我们去桃源县呢？那里有什么？有饿得皮包骨的难民，有满地废墟。你们闭上眼睛想一想，在又脏又破的难民堆里，宋公子一袭白衣，一世独立。他不需要干活，他只需要看着那群苦命人眉头这么一皱。这就是心系苍生，这就是悲天悯人，这就是顶级的作秀。绝了，高，实在是高啊！用一整个县的惨状给贵人当背景板，山长，您这智慧简直是把人心算计得透透的。贵人去吃苦看灾民，这特么才是最高级的马屁呀！可是，那桃源县是许清欢的地盘，那女人是个神经病啊！万一她冲撞了贵人呢？哼，他爹许有德就是个见钱眼开的官迷。哦，听到京城贵人要去，早就吓得跪在地上舔鞋了。至于那个许清欢，一个卖大粪的乡巴佬，见到天皇国姓，怕是连头都不敢抬。
只会躲在角落里瑟瑟发抖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快马加鞭送去，这戏台子咱们搭定了。妙哉！把隔壁穷鬼踩在脚下，成就我们的功名，妙啊！起开起开！踩着老子的新鞋了！我是清河陈记的，陈记算个屁！我是给府城送粮的，让我先进。都急着投胎啊！再往前挤半步，直接插出去喂野狗。看清楚了，进城押金500文，还得要本地商户担保。掏不起钱的，趁早滚回你们清河县玩泥巴去。500文，你们桃源县是金子打的呀，怎么不去抢？贤贵滚蛋！许小姐定下的规矩，咱们这儿寸土寸金，不伺候穷鬼和白嫖怪。我交，不用找了，剩下的给兄弟们买酒。谁是本地商户，我出2两银子买个担保名额。快快快！我出双倍，先给我登记。这是我的银子，谁抢我咬谁！都别抢，都别抢！随地吐痰、乱扔垃圾，罚款5两。掏钱！睁开你的狗眼看看，老子和你们县城可是拜把子兄弟。10两，不用找了。抗拒执法，罪加一等。除了罚款，去路口站岗半个时辰。你敢让我罚站？老子出100两，我不站。给1000两也得站。在桃源县，钱说了不算，许家的规矩说了算。去，站好。大小姐，爆了！库房彻底爆了！举事护卫费3两，道路磨损费2两，你长得太胖，占地面积过大费5两。下一位交钱。我都收呼吸空气费了，这帮人为什么还不走？他们是受虐狂吗？大小姐，就一个入城通行证，3天狂收8000两，库房连落脚的地儿都没了。外头那帮商家非但不骂娘，还哭着喊着要预遭明年的。他们脑子进水了，被坑了还赶着送钱。大小姐，您是真神呐！他们说以前在别处做生意，天天被地痞敲诈，被衙门勒索。现在交了您这一份钱，就等于有了许家罩着，赚下来居然还省了一大半。全城强制录指纹按手印，这可是把他们当囚犯管。我看你们这次还不造反！妙，实在是太妙了！只要录了指纹，拿了牌子，咱们就是桃源县官方认证的贵宾。以后谁敢把咱们当流寇防着？贼人谁敢动咱们的货？许小姐这是给咱们发免死金牌啊！她真的，我哭死！快快快，去晚了就没名额了。我出10两银子买个靠前的排队编号，谁卖给我？叮铃铃，恭喜宿主，任务进度达成。造孽啊，小姐！嘿嘿，铺垫好了，贵人最讲究净水坡街。快上红毡子，给公子铺路！拿走拿走，脏了我的眼。公子一路舟车劳顿，吃点清河县的土特产补补。好一个土特产！外边流民连草根都啃不上，你们在这啃熊掌，你们的良心不会痛吗？公子冤枉啊！我们也不想吃啊！这其实是一顿断头饭啊！断头饭？谁要砍你们？是隔壁桃源县的许家恶女，她抓辽民当奴隶，还给他们胳膊上刺纹编号。最变态的是，她居然逼着全城的老头老太太去掏粪。掏粪！天子脚下竟有此等妖孽！
朗朗乾坤，简直是变态！这饭我不吃了，备车！本公子倒要看看这个许家究竟有几颗脑袋，敢逼人掏粪！先生，您这招借刀杀人太绝了！宋公子这暴脾气，到了桃源县肯定直接把许家祖坟给刨了。许清欢那个死丫头喜欢瞎折腾，咱们就让京城来的活阎王教教她做人。都给我洗出反光来！大小姐发话了，咱们桃源县现在是全国文明城市，全员听令，不管今天是多大的官儿，多贵的车，只要车轱辘上敢带一个泥点子，一律不许进城。敢硬闯的，当场罚款1两银子。没钱就现场给我把车轱辘卸了当抵押。奇了怪了，这儿的路面怎么平整的跟磨刀石一样？这到底是什么妖法？公子，前面就是桃源县了，你往那儿看，简直是人间炼狱啊！这些就是传闻中求告无门的流民，他们挥舞着纸张，莫不是在拿身家性命换一张入城的路引？公子，您看那地上，许家的黑心狗腿子把流民往死里打，那地上的红漆，那是还没干臭的血迹呀！反了！天子脚下竟有这等草菅人命的恶霸！停车！我倒要看看许家的棍棒敢不敢敲在我这代天巡肉的脑袋上！公子，您看那几个没钱交过路费的，正啃着白面馒头加大肥肉呢。这流民竟能吃上肥肉，那是最后的断头饭呐！许家为了不让饿殍太难看，临死前施舍的一口，吃完这顿，他们就要上路了，把人逼上绝路，还用大肉包子粉饰太平，好毒的心肠！今日我若不管，誓不为人！懂不懂规矩啊？瞎了你的狗眼，那是黄线，踩线了，知道吗？再敢往前越界一步，卸了你的第3条腿！是，君爷教训的是，小的一时激动，眼拙，您受累给个号。住手！叫唤什么呢？没看后面几百号人排着队等放号呢？想插队也不打听打听这是谁的地盘？我不插队，也不进城。我只问你，谁给你的狗胆在此设卡勒索？谁给你的权利随意辱骂殴打百姓？你小子喝假酒了吧？勒索！睁开你的狗眼看看，桃源县入城管理条例，这叫入城保证金。没看见这帮人挤得跟发情公猪一样吗？不骂能排好队？那就谁都过来了。乡亲们，莫要怕，这一张张银票是你们的卖命钱啊！今日我宋某人在此，定要为诸位讨回公道。这等敲骨吸髓的恶规矩，今日我便砸了他。这位公子，这位大哥，你有何冤情，尽管道来。不是，你要是没钱交保证金拿号，能不能往旁边挪移？别在这儿耽误老子花钱进城做买卖，成吗？我这500两银子都举酸了，我宋玉白也算是没钱滚蛋！别耽误我们给许家送钱！哎呦喂，我的活祖宗！别挡着老子交钱啊！晚了这号就没了，今天名额可就只剩30个了。你说什么？他在勒索你，这是在压榨你们的血汗钱。压榨个屁！老子是自愿被榨的。昨儿赵老四抢了个摊位，半天就回本了。我这500文算根毛啊！你行好，别在这耽误大家发财，行不行？哪来的书呆子，在这装什么大尾巴狼？我滚一边去！没钱装什么胖子？老子的货都要馊了！
这群商贾简直下贱，被坑了钱，竟然还被坑出快感来了。听见没？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。这位公子，想行侠仗义回你们清河县去，咱们桃源县不兴那套虚的。还有，你的靴子踩线了，罚款10文，掏钱。这也是规矩。桃源县交通管理法第10条，越线罚款10文，限你10息之内交清，不然拖人。爹，这10文钱我替他交了，再赏您20文喝茶，求您了，把他弄走。想害老子？许小姐规定绝不拿群众一真一死，收回去，收回去。下一个，苏山长，这就是你们说的流民，这就是你们说的哀鸿遍野。他们这是被逼疯了！您听前面的惨叫，那是绝望的哀嚎。50两我不活了，我出50两。看，定是被许家逼得倾家荡产。100两，老子抢到了！甲字号黄金旺铺是老子的啦！老赵，你个杀钱道的，这下老子只能去抢乙字号了。花钱买产位，那叫投资，懂不懂啊，土包子？让让，别挡着，我去领免费鸡蛋。瞎了你的狗眼！这是送给京城贵人的车队，车上都是送给宋公子的行头，耽误了正事，你10个脑袋都不够砍！我管你是送给宋公子，还是送给玉皇大帝。条例第7条，车轮带泥者，一律强制清洗或劝团。这是泥吗？这是清河县的土，是故土难离的情怀。那是你们的情怀，是咱们桃源县的垃圾，给脸不要脸是吧？下一个，消毒费5文。京城，宋玉白。京城来的，知道规矩吗？你这邪不行，全是你身上带来的那什么细菌。哎呦，京城来的怎么这么不讲究？离远点，离远点，别把晦气蹭咱们身上。我有的是钱，罚款是吧？让我进去。有钱了不起啊？快点啊！有钱也得讲卫生，罚款10两，鞋套20文，穿上，不然不许进。我穿。进城别随地吐痰，别乱扔垃圾，记住了没？记住了。马车走中间，行人走两边。那个推独轮车的，变道打手势，懂不懂？新来的流民饿坏了吧？也是可怜，这半个鸡屁股给你了，别客气，这玩意儿在咱们桃源县狗都不吃。拿着啊！愣着干啥？看你这瘦不拉几的样，没吃过好猪肉吧？滚开！什么污秽之物也敢往本公子面前递，还不快给本公子滚！土包子，这叫奥尔良口味，昨儿徐府流出来的剩菜，带甜味的，许大小姐亲自研发的秘方，一般人排队抢都抢不到。切，不识好歹的苦命相！到点了，下班逛窑子听曲儿去喽。假的，群演，全是许清欢花钱雇来的群演，就为了羞辱我。公子息怒啊！您用脚趾头想也知道，真要是快饿死的要饭花子，能把到嘴的肥肉往外推，这就是许清欢故意搞的剧本，想蒙蔽您的双眼。在这光鲜亮丽的街道下，不知藏着多少肮脏的罪恶呀！好个金玉其外，你们说城里最惨、最暗无天日的地方在哪儿？本公子要去亲眼抓他的把柄。城西夜相思，也就是全城装粪的地方。许家逼着那些缺胳膊少腿的退伍老兵在那儿日夜搅大粪，惨绝人寰呐！带路，我倒要看看，在那种臭气熏天的炼狱里，许清欢还怎么演得下去？嘿嘿。艾草、石灰，怎么一股子干燥的药香味？大粪的臭气呢？
表面功夫，一定是表面功夫。这牌匾上写的什么“第一资源循环处理站”，听着就丧心病狂。苍天无眼啊！公子您快看，这是造了什么孽呀？少了一只手的老人家呀，为了保家卫国，落下残疾，如今竟被逼着单手推着1000斤重的粪车，简直丧尽天良！公子您看他穿的什么？那黄底黑纹，那是囚服，是给死刑犯穿的屈辱标记啊！许清欢不仅压榨老兵的血害，还要把他们当成罪犯来狠狠折辱，简直是欺人太甚！哼，老丈别怕，今日我宋某人拼了这条命，也要替你讨回公道。你个龟孙干什么？敢抢老子发财的肥料！撒手！老人家，莫怕，赶紧把这脏东西放下。这车你不推了。今日有本公子在，就算许家有通天的本事，我也要为你讨回公道。您受苦了，让本公子来帮您。骑！这车里面装的是棉花吗？哪来的小白脸？光天化日抢劫啊！老人家，我是在救你。许家逼你做苦力，逼你穿囚服。救个屁！你瞎了眼吗？这是许小姐发的高反光保命马甲，夜里推车防撞的宝贝。老子排了足足3天队，才抢到这趟早班优雄单。一路下坡，一趟足足记3个公分。你想断老子的财路？要不是看你细皮嫩肉，老子一拳把你这抢单的贼轰回老家！滚滚滚！别耽误老子打卡！公子小心，你看那个拿哨子的恶毒工头出来了，他肯定是来惩罚这个老汉的。他若敢动这老人一根毫毛，我今日就让他血溅5步。独臂啊，跟你说了800回了，推车慢点慢点，赶着投胎啊！大小姐刚发了通知，今日气温超过30度，触发高温预警机制。今天除了基础工资和工分，每人加发20文的酷暑津贴。这碗冰镇绿豆汤赶紧喝了，喝完滚去职工休息室里吹冰剑。你要是中暑晕倒了，那叫工伤，不仅要扣我这个的考评绩效，还得给你报销郎中费。算我求求你，心疼心疼我，别这么拼命，行不行？放心，我这身子骨还能再抢2单，多给孙子攒点书本费。去，赶紧进去歇着，长得人模狗样的。呸！抢单狗！公子，咱们还救吗？救谁？高温预警，酷暑津贴，工伤报销。你现在马上给我找个大夫。公子您怎么了？我脑子炸了，这许家到底是个什么邪门地方啊？酷暑津贴，冰镇绿豆汤，没喝汤导致中暑，还要算工伤，报销郎中费。两位大人，这就是你们说的惨绝人寰的虐待妖术！公子，这绝对是糖衣炮弹。那绿豆汤绿的发慌，里面肯定下了让人失去理智的迷魂药啊！我爹堂堂当朝宰相，大夏天用冰都要精打细算，这帮苦力居然拿冰块当摆设降温！哎呦，我的张大爷，天大的喜事儿成了！城东那个李寡妇啊，人家松口了。啥成了？人家李寡妇发话了，只要你有这叶相思的正式编制，她连夜打包嫁妆跟你过日子。人家李寡妇算盘打得精着呢，她说你老了有那个什么退休银，而且只要工分攒够了，还能分一套安居坊的2居室。她绝不嫌弃你岁数大少只手，这旱涝保收的铁饭碗，要不是老娘岁数大了点儿，我都想带着彩礼倒贴你。我苦读圣贤书10余载，居然比不上一个掏大粪的抢手。睁开你们的狗眼看看，如果这就是你们说的18层地狱，那京城那些连口热饭都吃不上的百姓算什么？算活在粪坑里吗？假的，都是假的。大钱怎么可能有这种地方？公子明鉴，这就是假的。叶相思就在城边，许清欢那个奸贼就是在做戏给天下人看呐，那就是个面子工程。
没错，公子您用脚趾头想也知道，真正的修罗场怎么可能摆在大街上让人随便看？许家真正的罪恶都在深山老林里，在那吃人不吐骨头的牛首山铁矿上。牛首山，公子，那牛首山四面峭壁，许家把流民全填进了无底洞，那监工的皮鞭全是倒刺，还要蘸盐水，一鞭子下去，肉都飞出来了，几十斤的铁枷锁啊！直接拿大铁链子穿透琵琶骨，一天就给一碗掺了沙子的馊水，累死了，连个破草席都不给，直接踹进坑里填埋。好一个许家，好一个许清欢！本公子就说，他怎么可能把全城的屎变成香的？原来这吃人的矿山才是他的真面目。去牛首山，本公子今日要直捣黄龙，亲自掀了他这人间电狱。对。安全生产重于泰山，这是什么山头黑话？公子，这是许清欢的毒计呀！意思是为了挖铁矿，工人的贱命还没泰山的一块石头重，死多少人都无所谓。毒妇视人命如草芥，竟敢堂而皇之挂在山门炫耀。公子，停！炸药！他们直接把活人往矿洞里炸呀！您听这漫山遍野的惨叫，这得是在受什么酷刑啊！求饶啊！铁证如山，光天化日屠杀百姓，这是要造反啊！今日哪怕是龙潭虎穴，本公子也要替他们喊冤！许清欢，你枉披人皮，本公子来救你们了！这是红烧肉的味儿。这特么是断头饭，这比本公生在衙门点卯吃的都好啊！公子，你看到了吗？那满地的肉山酒海，老夫瞎了不成？馊水呢？掺沙子的窝头呢？带血的皮鞭呢？这剧情不对呀！他娘的，又是红烧肉！昨天吃，今天还吃，食堂大厨是不是个废物？老子要吃凉拌苦瓜，要吃清炒菜心，天天大鱼大肉往死里塞，老子腰都粗了2圈了。回家媳妇该嫌弃我像头猪了。你个贱皮子，有的吃还堵不住你的破嘴。公子，幻术，这绝对是妖女的障眼法。来了，恶女终于要私下伪装施暴了。反了你们了是不是？谁让你们干活的？谁让你们破稿子的？瞪大你们的狗眼，看看现在的时辰，53刻，这是干活的时候吗？我定下的规矩是强制午休2个时辰，你们居然敢偷偷摸摸提前上工，一上午挖了3天份的矿。你们是想累死自己吗？你们是不是想害死我？是不是想让我把家底都赚翻？现在所有人屁股给我粘在板凳上，任务就是把这盆肉给我吃光。是。谁敢剩下1块，老娘扣他10文钱，理智的补都得给我缩干净。谁敢在喂食前碰一下稿子，立刻卷铺盖滚蛋。大小姐，这太好吃了，实在太撑了。闭嘴，不许哭，咽下去，嚼碎了咽。大爱无言啊！我真该死啊！我居然听信你们的谗言。他为了不让工人过度劳累，宁可扮黑脸，为了让苦力补充体力，甚至用扣钱来威逼他们进食。那种恨铁不成钢的焦急，那份把工人当手足的心疼，完了！逼着苦力休息吃肉，他骂得越凶，我越能感受到那股滔天的慈悲。这是活菩萨降世啊！这世界疯了！哎呦，送上门的肥羊，正愁没钱败家，冤大头这不就来了？这小白脸一看就能抱不少金币。圣人当前，我要如何洗刷我之前的罪孽？
哪怕倾家荡产，我也要追随他。妖女！京城贵人当面，还不赶紧滚下来跪下认罪！公子，他比矿工顿顿吃肉，名为优待，实则把人当猪养。他这是在玩弄百姓，更是在戏耍您啊！送上门的提款机啊！只要这小白脸敢骂我一句，我就敢当场讹他一笔巨额精神损失费。宿主冲呀！咱们2个月内为富不仁30万两的任务资金库快见底了，狠狠宰他！好狗，叫得再大声点。请公子下令将此妖女拿下，严刑拷打。聒噪！公子，你打错人了吧？李文成，我看你这身官皮是穿到头了。来人，摘了他的乌纱，扒了他的官服，押送吏部。告诉吏部尚书，这人我宋玉白让他滚。哼，至于这老匹夫，革除功名，永不录用。知会天下书院，谁敢收留他，就是跟我京城宋家过不去。公子，冤枉啊！学生肉眼凡胎，竟不知先生乃当世活菩萨。先生以红烧肉养士，以强令羞羞爱民，此等胸襟，宋某拜服。谁？我在哪儿？我刚准备好台词讹他的钱啊，怎么还没开始忽悠，这人就自己脑补瘸了？宋公子言重了，既然苍蝇拍死了，不如去寒舍一叙。我看公子对我这铺路的东西很感兴趣。闺女啊，咱见好就收行不行？你到底给他下了什么蛊？要是这蛊效过了，咱全家都得被砍头啊！宋公子，既然你诚心诚意的来了，那咱们就来谈谈这铺路神物的价钱吧。先生，那外面的路面坚如磐石，车马碾压毫无痕迹，敢问这是何等上古神物？大哥，那就是后山的一堆破烂工业垃圾好吗？此物名为水泥。宋公子，这东西来之不易啊，这可不是凡土，需潜入深海300丈，狂挖万年玄武岩，再去极北富寒之地手捧活火山灰，历经7749道工序，猛火狂烧81天。最要命的是，还得倒进几十种名贵药材调和阴阳，少一样，风一吹就成了渣。闺女，你疯了！后山那狗都嫌的那烂石头，你敢这么吹？这要是被查出来，咱们全家都要掉脑袋呀！竟如此繁复，难怪有此等神效。若用此物在北境铸成，大钱铁币万年不倒啊！先生，敢问此物造价几何？这东西废品率极高，烧10窑塌9窑，我也不能倾家荡产不是？你想买，至少得这个数，15两银子一担。完了完了，这小白脸要掀桌子打人了！15两，你竟然只要15两啊！嫌贵你砍价啊！你哭什么？先生，您糊涂啊！京城铺地的破金砖都要10两一块。您这深海采石、极北取灰、名贵药材调和的万年神物，只要15两，这连跑腿的运费都不够吧？您哪里是卖水泥？您这是在毁家纾难，是在拿许家几代人的血汗钱倒贴给大钱铺路啊！您管自己叫奸商，您是我大钱的活菩萨呀！啊！等，不是哥，你冷静点，价格咱们还可以再商量。我求你让我涨点价行不行？加钱！我要加钱！先生高义，不必多言，我全懂。您淡泊名利，但我宋玉白绝不能看您之吃亏。来人，备马，磨墨，本公子要800里加急上奏圣上，我要给许家立牌坊，封皇商，一刻都不能耽误。闺女，原来这就叫格局。爹懂了。你想的根本不是赚这傻小子的钱，你是要直接去国库捞皇上的羊毛啊！高，实在是高。
搞个屁啊！造孽！公子，咱们这就回京。那800里加急的折子，小人现在就给您研墨。急什么？许家这破院子连个值钱的花盆都没有，他拿什么填补15两一担水泥的无底洞？去这县城最繁华的销金炉，本公子倒要看看，这许先生究竟是怎样一边做圣人，一边狂揽真金白银的。我的老天爷！没天理呀，抢劫！就这么一小块净身泥，你们敢卖5两银子？你们这是要逼死老实人啊！放肆！光天化日，朗朗乾坤，一块破泥巴卖5两，还敢当街行凶！这位仁兄莫哭，本公子今日就替你讨个公道。这等榨干百姓血汗的黑店，咱们就是饿死、脏死，也绝不买他家半点东西。你有病吧你？你不是嫌贵吗？你懂个屁！谁说我不买了？老子是嫌他们今天只肯卖我1块，我想一口气买10块，才被他们扔出来的。5两银子卖10块，你脑子进水了？土包子，这是泥吗？这是许大小姐亲手调制的香雪海，洗完澡皮肤滑的能溜冰，浑身奶香。你拿到府城转手一卖就是8两银子，净赚3两。也就是这黑店搞什么饥饿营销卡脖子，起开，别挡着老子明天来排队。让让，别挡着我看琉璃阁的门，今天买不到，我闻闻味儿还不行吗？我的亲娘哎，拿整块水晶盖房子，龙老爷的寝宫也没这么阔绰啊。公子面生呀，来看看咱们镇店之宝豆蔻烧头香露吗？50两，就这一口唾沫不到的水。公子说笑了，这可是买不到的稀罕物呢。这许家定的到底是什么霸王条款？抢钱啊！一个破杯子卖我1000两，许清欢你掉钱眼里了！闭嘴！你个一毛不拔的手残，你懂个屁！妙啊！用商人的贪欲去制裁商人，把那些沾满铜臭的银子全变成穷苦百姓碗里热腾腾的红烧肉。哇，这是何等的胸襟，何等的大义！买！我要买顶层的票，哪怕今天倾家荡产，连苦茬子都当了。我也要为桃源县的公路建设添1块砖，加1片花。客官，顶层只许看风景，没有商品，而且门票要100两。闭嘴！老子买的不是风景，老子买的是家国天下。这酒虽然涩，但回味起来全是为国为民的甘甜呐。这红色的酒水确实上头。许清欢那死丫头说这是什么82年的拉菲，拉菲是哪个朝代的年号啊？本王怎么没听说过？本王，这声音，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三皇子。那个最恨贪官、最讨厌商人的冷面阎王萧景砚。嘘，懂了，我彻底懂了。连三皇子都在这里享受，连皇家都默许了这天价琉璃阁。这根本不是许家的一言堂，这是陛下和三殿下布下的大棋。这里是皇家钦定的变法特区啊！我宋玉白这步棋走得太绝了！跟着许先生，我不仅能名留青史，还能升官发财，赢麻了。外面的人，滚进来！怎么见到姑舌头打结了？学生宋玉白叩见。起来。
出门在外收紧你那套酸腐规矩。坐下，陪姑喝一杯这82年的佳酿。看了一路，这桃源县你觉得如何？殿下，奇迹啊！这是人间奇迹！许先生他是活菩萨下凡啊！你发什么羊癫疯？为了修路，他倒贴钱卖水泥；为了让工人们吃饱，他竟然非要大家吃红烧肉，还发什么高温补贴？这琉璃阁看着挥金如土，其实呢？其实是许先生为了填补基建的窟窿，委屈自己，拉下脸面在这里向富商们要饭呢。他是用许家的血汗钱在喂养大钱的百姓，孔老夫子活过来都得给他磕一个。宋边修，你这脑子真是比核桃仁大不了多少，你的格局太小了。殿下什么意思？难道他不是在做慈善？错，大错特错！收起你那点可怜的自我感动，他压根不是在发善心，他是在布局。布局？一个败家千金，布什么局？半个月前的许氏陈米案，都笑他高价收肥的垃圾是冤大头。你也这么觉得吧？对，当时满大街都说许清欢脑子进水了。这么低的粮价，我也能做到。蠢货！户部那帮老顽固只知道强行压价，结果粮价越陷越离谱。而他呢，一招高价收陈米，直接把粮商联盟囤积巨鳄的盘子砸了个稀巴烂。这就叫以商止杀。可这琉璃阁是真的黑呀！楼下那个为了抢一块肥皂，刚被保安连人带钱扔出去了。搜刮！宋玉白，你给我睁大狗眼看清楚！大钱国库为什么空的连耗子都要搬家？因为就是这帮死胖子把银子全埋在了自家祖坟里。大钱不缺钱，缺的是会喘气的活钱。许清欢造出这些只能看不能吃的玻璃，调出这些只能闻个味儿的香水，卖出天价。他是在用这些破铜烂铁，把富人地窖里发霉的银子硬生生给抠出来。银子进了许家，转头就变成了矿工碗里的肉，变成了脚下的路。这哪是做生意，这是一场不见血的货币战争。他是在替朝廷给大钱输血，此乃国士之才。国士无双，国士无双！我竟然以为他是用道德在填坑，原来人家玩的是降维打击的金融战。我真是个废物啊！听说你舅舅户部右侍郎王大人，最近为了北境军饷的事，筹的上吊绳都买好了。殿下明鉴，舅父再筹不到钱就要进天牢了。守着金山要饭吃。既然这桃源县有现成的真经，你为何不让你舅舅来学学怎么割有钱人的韭菜？多谢殿下指点，学生这就写信800里加急送往京城，用这招搞死京城那帮铁公教。慢着，信可以写，但这信里有一句话，你绝对不能提。折子照发，但给我换个壳子。传信给你舅舅，让他原地装死，继续哭穷，但暗地里必须死保许清欢。啊，殿下，许小姐搞出这么大动静，咱们不趁机给她表功？表功？京城那帮吃人不吐骨头的老顽冠，见不得别人比他们聪明。现在把许清欢推出去，那是捧杀。我们要把他当成底牌，死死捂在手里。懂了，殿下这是要把许家纳入麾下，学生愿做殿下和许小姐的头号马前炮，指哪儿打哪儿。大人，工部又来催命了，皇上万寿町的琉璃瓦还没钱买，再说不给钱，他们就集体罢工了。让他罢，让他滚回家种地去。北边80万守军连条秋裤都穿不上，靠单衣在雪地里硬扛。皇上这时候修什么万寿宫？怎么着？等北仓的铁骑把京城大门踹碎了，让敌军给他唱生日快乐歌吗？那要不咱们再给老百姓加点税？加个屁！江南的税都收到80年后了，你是嫌流民不够多，想逼着全天下造反是不是？
豫州800里加急，宋公子家书。800里加急送家书，宋玉白这个小畜生用军用通道寄信，这是怕御史台弄不死老夫，赶着给咱们全家送断头饭啊！舅父，别装孙子哭穷了，快陪外甥演场大戏。我在桃源县挖到了一座吃人不吐骨头的金山，疯了！这小王八蛋绝对是撞邪了。老夫现在连买根上吊绳的钱都掏不出来，他跟我扯什么金山？我看他是皮痒了。水泥铺路，琉璃天宫，50两1瓶的香露水。老天爷，我的老天爷啊！大人，宋公子莫不是被哪家黑店坑了钱？坑钱？你懂个屁！这许清欢简直是神仙下凡，天下缺钱是因为那些土财主把银子全埋在茅坑底下生锈。他用一堆中看不中用的玻璃球和香水，就让那群守财主像疯狗一样往外掏真金白银，这哪是做买卖？他这是拿着宰牛刀，在富商的肥油里疯狂割肉，然后端过来喂饱咱们的边防大军啊！好一招移花接木，这死水一般的国库，硬生生被他炸出了一个泄洪口，妙啊！简直是妙不可言！快把老夫那件打满补丁的破官服找出来！明天早朝，老夫要给全京城演绎出惊天地泣鬼神的大戏。三殿下居然藏在桃源县，我就说嘛，一个商户丫头哪来这么大的盘子？用金银积攒势力，剑指皇位。殿下这是要拉我们宋家上他那艘造反的船啊！大人，您中邪了，要不要叫郎中？叫个屁！传我的令，对外就说户部穷得连耗子都扛着行李连夜逃了。万寿宫要银子，1块板砖都不给。老夫现在就进宫去给殿下打掩护，哭穷去。水泥铺路，琉璃盖楼，哼，老三平时闷得像个哑巴，现在给我整出个财神爷降世，朕的国库干净的都能跑马了，他倒是富可敌国了。这许清欢要是真有这本事，老三养着他是想买下朕的龙椅吗？去，把大理寺那个见谁咬谁的疯狗裴基给朕叫来，朕倒要看看这桃源县的妖风能不能扛得住大理寺的铡刀。